这一期的内容，你将学到普通人财富自由的方法。我会介绍7个步骤，帮助你快速实现财富自由，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嗨，我是佑，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是关于被动收入、财富自由的。如果你对金钱还有被动收入这些话题感兴趣的话，就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以前过得还不如你，他们已经不再为了赚钱而奔波和烦恼，而你却什么都没有。还是一样每天来回的上下班，然后每天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其实你没有钱跟你的收入的高低是没有关系，你缺钱是因为你的财商不够，你需要学习更多相关赚钱的知识。你想要变有钱，你就必须懂得驾驭金钱，你才能实现财富自由。今天我想与你分享的就是普通人也能实现财富自由的方法和步骤。想要加快实现财富自由的第一步就是还清你的坏债。只有当你把你的坏债还清了，你才能有钱跟安心的去做投资理财，并且学习更多的可以帮你赚钱的技能。那怎么去分辨你的债务是好的债务还是坏的债务呢？其实穷人跟富人在个人经济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富人的被动收入多，穷人没有被动收入。富人的负债率高，穷人的负债率很低，甚至没有，就算有也是坏的负债。通常我们的负债分为2种，一种是好的负债，另外一种是坏的负债。好的债务就是指不断持续的为你带来收入的这种债务，就是好的债务。那坏的债务就是不断从你口袋里面掏钱出去的这种债务，就是坏的债务。比如说你向银行借款买房子，你把这个房子租出去，赚的这个租金，然后可以支付这个银行贷款，并且每个月还有多余的收入进入到你的口袋里面，那这样的一个贷款的话，就是一个好的贷款。那比如说你找那个银行贷款买了一个房子，那你这个房子的租金还不够去支付你的银行贷款，而且你每个月要从你的口袋里面拿出一些钱去还清这个贷款，那这样的一个银行贷款的话，就是一个坏的债务。例如说你刷信用卡去挥霍去消费，然后你每个月都要想办法去找钱去还清这个信用卡的贷款，那这样的债务就是一个坏的债务。所以说，如果说你有坏的负债的话，就尽快把它还清，否则你永远都无法实现财富自由。而且这个坏的负债会让你越来越穷。之后我会专门做一个有关解决负债的一个视频，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个视频的话，就记得订阅我，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这一期的视频。想要实现财富自由的第2个步骤就是预留至少6个月的安全备用金，也就是你6个月的生活开销。那什么是安全备用金？那为什么我们要存这一笔钱呢？备用安全金就是一笔可以拿来应付临时发生一些紧急状况时可以用到的一笔流动资金。那这笔钱的话，不做任何的用途，就只是把它放在那边等有需要的时候可以马上拿来用。这笔钱不能拿来做投资，你可以把它放在随时可以取到这笔钱的地方，比如说银行的定期存款。因为当你遇到任何意外情况的时候，你可能短期内无法工作，然后没有收入，那这个时候紧急备用金就可以帮助到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全备用金不能拿来做投资，也不能放在高风险以及流动性差的投资上面。拥有安全备用金会让你在投资当中操作更加从容。如果你没有安全备用金的话，除了可能遇到意外难以应付外，甚至也会对你的投资结果造成负面的影响。例如说小李他把他的钱全部拿去做投资，然后这几个月的行情不是很好，他急需一笔费用来支付一些紧急的账单什么的，但是他没有安全备用金，所以他这个时候就需要在亏损的状态下去卖掉他的股票，所以他就有损失。本来他的股票可能是这段时间行情不好，只要等一下，等几个月行情好了以后，然后再把它卖掉的话，就是赚钱的。但是就因为他紧急需要用到钱，所以他迫不得已在那个行情很差的时候去卖掉他的股票，所以他就造成了亏损。所以拥有安全备用金对加速财富自由是有帮助的。加速财富自由的第3步就是投资自己，提升自己的赚钱能力。会理财是一种能力，然后会打造网络被动收入，这也是一种能力。你应该主动的去学习一些正确的投资技巧，你懂得投资技巧越多，你的投资回报就越多。你可以多看一些投资理财的书籍，或者是上一些投资理财的课程。记住，学习如何实现财富自由，并不是说你花钱就有的，你需要去花时间跟精力在上面，然后去实践它，然后你才能
达到财富自由。像一些人，他们原本的收入是挺高的，但是当他们退休以后，他们反而没钱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境遇呢？他们会有这样的境遇，是因为在他们年轻的时候，他们不懂得投资自己，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多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普通人实现财富自由的方法的第4步就是学习一项技能，一项可以为你带来被动收入的技能，并且这个技能是你喜欢的领域，然后你愿意一直做下去的领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技能能为你带来持续不断的被动收入来源。这项技能最好是能跟得上时代，然后可以在网络上为你打造被动收入的这种技能，这样你就可以边旅行边赚钱，没有地点的限制，在哪都可以赚钱。例如，你可以学习如何去制作一本电子书，或者是如何去经营自媒体。比如说，你可以去学习如何运营这个 YouTube， 或者是Instagram， 或者是抖音这些自媒体。这些都是人流量比较多的地方。然后，当你经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有一定量的粉丝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些流量来变现，就可以赚取被动收入。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网络赚钱或者网络赚取被动收入的方法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我的这个视频。当你学会打造网络被动收入的方法越多，然后你就会越快的实现财富自由。通往财富自由之路的第5步就是为自己买上最基本的保险。因为只有当你有了保险以后，你累积的财富才不会突然有一天消失。举个例子，老王辛辛苦苦攒了很多年的钱，然后突然一天他发生了意外，住院需要一大笔费用，他不得不把多年累积下来的钱拿去付这个医药费，还没有达到财富自由，就因为一场意外所剩无几。那他要攒够同样多的钱，他又要从头开始累积，然后又要花很多年的时间去做投资什么的，才能达到他现有的这些财富。请问人生有多少个10年？有多少次可以让你从头再来？所以在你累积财富达到财富自由之前，记得给自己买一个保险。如果老王因为这场意外不能工作了，他又没有买保险的话，那他以后连最基本的生活开销都会成问题，而且还会连累家人，让身边最亲近的人跟着受苦。如果老王为自己买了保险，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不仅不会花掉累积多年的积蓄，而且还会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金、医药费等等。保险除了是一种投资之外，也是一种保障，是对未来的生活保障，能确保你在发生不幸事件之后能够获得全额或者是部分的赔偿，也能为你的家人提供财务保障。之后我会专门做一个如何买保险、买什么样的保险的一个视频，然后所以不要忘记订阅我。第6步实现财富自由的方法就是为自己设定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然后有把握实现的这种投资理财计划。通常长期投资可以制定30年，你可以通过复利的力量以及每月定投的方式实现财富自由。这种方法前期财富增长很慢，但越到后面钱滚钱的速度就越快。你可以利用4%的法则来制定你的财富自由计划和目标。你只需要存够你年开销的25倍的钱，然后把它放进指数基金里面，然后每年从里面取出4%的资金拿来做生活开销，剩下的钱就留在里面，为你不断的钱滚钱。这样的状态你就达到了财务自由。如果你想快速的累积到你年开销的25倍的钱，那你就需要再配合一个短期投资。你可以拿少数的钱来做短期投资，然后制定一个5至7年的快速致富计划。快速赚钱短期投资的话，需要更高级别的投资技巧，也会有更多的投资风险。所以最好只用你可以亏损掉的钱来做短期投资。短期投资盈利之后，你把赚来的钱放进你的长期组合里面，让你的长期的组合里面的资金越来越多，这样你才能加速实现财富自由。快速实现财富自由的第7步就是慷慨的对待你的家人、你的朋友，还有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你的慷慨会帮助你吸引更多的财富，并且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幸福感。像很多有钱人，他们都乐于去捐款去帮助别人，因为当他们慷慨的对于别人，然后别人也会回馈给他们。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会来帮助他们，而且也会去支持他们的事业，或者有什么样好的东西都会去与他分享。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慷慨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说，金钱不是那么重要，金钱无法买到幸福。但实际上，金钱对于幸福十分重要。有了钱，你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并且更有选择权，而且能为你在乎的人提供更好的生活。你的经济地位越高，你就越有话语权。
你才会活得更开心。所以你要努力的去学习如何赚钱，赚更多的钱。想要加快实现财富自由，你就必须学会投资理财，学会打造被动收入。当你拥有足够多的被动收入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用你的时间跟你的体力去换取金钱。执行力跟行动力是成功的关键，所以从现在开始行动，然后在留言区告诉我什么样的生活状态才是财富自由，在下面给我留言。最后问问你自己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你理财的理由是什么？第二，你打算如何制定明确的理财目标？第三，你计划用什么样的方式打造你的被动收入？第四，每个月多少钱的被动收入你认为满意？第五，你计划多久达成你的目标？第六，对于你来说，什么样的生活才算好？把这些答案写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然后让你自己更明确了解你自己实现财富自由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当你想清楚了这几个问题，你的财富自由之路才会更加清晰可见，然后你才会更快的实现财富自由。所以记得在评论区里面写下你的答案。那我们现在来回顾一下加快财富自由的7个步骤。那第一步就是还清你的坏债，第二步就是预留安全备用金，第三步就是投资自己，第四步学习一项能够创造被动收入的技能，第五步就是为自己和家人买保险，第六步就是制定一个短期跟长期的投资计划，第7步就是慷慨的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并且觉得它对你有价值，就给这个影片点个赞，并且把它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让他们也能受益。那下一期的内容是如何制定长期投资计划，记得订阅我，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下一期的内容。